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，也就是现在到美东时间12点，直播1个小时，欢迎大家参与。大家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，把你们关心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进直播间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分析你们关心的。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，指数。今天指数，今天其实出了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数据，因为今天其他数据并不多，出了一个什么数据呢？就是这个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，一般都是在周五。那么这个信心指数的话，比预期的要低。预期的话是53，那么这个信心指数今天是50，所以说还是显示，消费者对这个经济持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态度，但是没有之前贸易战的时候那么悲观了，有开始下降的趋势，但是还是比预期的低，所以现在整体，你看现在这个指数的话是一个高开一点点，然后下跌一点，基本上波幅非常小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在大周期上，我们说它在周线上是已经上涨1笔了，现在慢慢往上拔，马上要到这个周线的大中轨了，周线中枢的中轨，对吧？我们把画图软件弄出来看一下，这个中枢有一个中轨，现在快要顶到这个中轨的位置了。那么，看它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，到这个中枢的上沿6099，对吧？毕竟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底分型啊。现在在周线上底分型有了，但是顶分型还没有。所以说，想要出现顶分型，那就要下一周要跌破本周的低点。那么本周的低点在哪里？5786。但是本周上涨了4.64%啊。下一周你猜一下什么事件能够砸掉4.64%，将近5%的一个空间？目前看，因为还有一个 PCE 数据，还有这个英伟达的财报，但是这些都是在大下周，也就是在月底那一周，所以相对的话，下一周数据并不多，你想要砸掉5%左右的空间，现在看，可能性比较低。所以说下一周想要可能出现一个可以出现一个包含的 K 线，对吧？或者说再打一个小高点也可以。如果说再打一个小高点，那么就要等到本月的最后一个周，看看这个 PCE 数据，或者说英伟达的一个财报，能不能够把指数砸出一个顶分型来。所以说现在没有顶分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，那你就不需要太恐慌，现在就是小步慢爬的一个状态。那么现在这是在日线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刚才是周线上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看一下日线。那么日线上现在也是一笔就上来了，从这个4835，对吧？所谓的一笔是我们用缠论的一个描述。如果说你用浪形的话，用波浪的话，它是一个可以看成一个3浪。如果说因为我在结合缠论和波浪两种理论的时候，我们是用的这种满足一笔定义的时候，我说它是1浪，然后满足一笔定义的时候，我说它是2浪。但是如果说你没学过缠论，你在画浪形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说没学过缠论的话，为什么说学波浪的人最后画出来的浪形是千人千浪呢？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浪形里面唯一的标准就是说啊，第3浪不能是这个5浪里面最小的浪，然后4浪的回踩不能够碰到1浪的顶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规定，对吧？它没有像缠论里面那么严谨的规定，所以说波浪是一个不够严谨的这么一套理论。禅师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也批判过这个波浪，感兴趣的可以这个看看原文。那么在结合缠论和波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画呢？就是这个1、2、3，这是第1笔、第2笔、第3笔，这是我们用缠论结合波浪来画，是3浪。那么3的话，明显空间比1强，说明3没被持，对吧？这是不太严谨的画法，用递归结合递归。如果说你没学过这个缠论的话，它可能这样画：1、2、3、4、5，它可能这个已经在小5浪了，因为这里是有过回落的，对吧？
在那个没学过缠论只用浪形的话，它这里可能会画成一个4浪回撤。所以说在他们看来，这个是一个小5浪。一般5浪的话都是一个在尾段嘛。你也能看到很多市场人觉得现在高了，涨得已经有点拿不住了，就是因为他们用波浪画的话，现在是一个小5浪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在学缠论的时候，不是说那个哪个更牛，不是说缠论就有多牛就比其他的厉害，而是说你在学缠论的时候，你也要知道其他的人在用什么交易的一套系统来看这个市场，对吧？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只要你的这种交易办法能够满足你的交易需求的话，都没有问题。只要能够帮助你带来收益的话，都是好理论。这个理论没有好坏，所以说就看你怎么用它。你即使很多人用均线用得好的人，也能够那个很好的交易的，对吧？他这个反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均线，弹不回去，他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做空了，对吧？现在又站上这个均线了，他可能又反多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交易系统也好，这个信号没有好坏，关键的是还是那个人来执行，你是如何用这套理论，用这个交易信号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没有什么贵贱之分。那么在我们用结合缠论和这个波浪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现在就是日线上还是一笔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。小周期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因为今天是1个小时，所以说我们时间比较多，简单复习一下。下面一个 A 中枢 B 中枢2个中枢升级了，形成一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。那么现在这里又形成了第3个中枢，那么2次回落还是下面这个中枢升级之后中枢的300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观察最后一个中枢，每一个周期都是一样，你选择的周期定好了周期之后，你就观察那个你选定的这个周期的最后一个中枢，现在的价格是否在这个中枢上出现了300或者3卖，对吧？这是最后一个中枢，在这个中枢上出现了300啊，看到没有？出现300之后又打了一个高点，现在出现有一个盘整背驰了。为什么？我在周4还是周2的时候直播时候说过，一旦出现盘整背驰之后，这个位置起码在1小时上就不能往里追了，因为它很容易背驰之后，它就开始有回落，回落之后可以再做中枢，对吧？虽然说现在下面已经有一个升级之后的中枢，这里是第3个，这里也可以做来第4个呀。那么模型上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画一下模型。那么基本上就这样，上面有一个中枢，然后再做了来一个中枢，2个中枢又高低有接触，然后现在开始做第2个，这是第3个中枢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再做第4个中枢，然后再打一个。那么在模型里面，因为这个中枢是升级的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大 A， 那么整个这段就是小 B。在模型里面，小 B， 那么这个所谓的第3个中枢就是小 B 中枢里面的大 A， 那么现在有可能要生成这个中枢呢，是小 B 中枢里面的大 B， 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小 B 段还没结束呢，等小 B 段结束之后会怎样呢？那我会回来把最后一个中枢给它扩张变大。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升级之后的大 B 中枢，然后可能再打一个高点，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从这个点位上来的这波上涨，晓得吧？所以这就是利用模型来嵌套到当下这个走势，因为你一定要心里有这个模型的这个概念，你才能够不会再迷失在这个当下的位置。你要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怎么样，然后你才能配置这个位置。我应该是做一些这个小仓位的配置，还是只是做一个大仓位的一个持有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。那么现在这里要形成了小 B 中枢的这个大 B， 形成之后，看它能不能再往上走。往上走的时候一定要有力度。没有力度的话，那可能在这里继续震，它可以在这里继续震，只要不超过9段就可以，因为超过9段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扩展升级，对吧？我之前讲过扩展升级和扩张升级它的区别，扩张升级是2个中枢，上下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，扩展升级是1个中枢，然后升级出9段，所以这就是区别，一个是扩张，一个是扩展。那么现在针对这个的话，首先不要往里追了，什么时候可以进呢？就等它这里再回来一次之后，看它形成中枢之后，对吧？但它也可以把前面这个小低点，也就是这个小300打掉。小300打掉的话，那就形成一个扩张型的中枢。因为这个形成中枢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是一个三角形收缩的，它也是一个扩张型的，都可以，什么形状都可以，什么形状只要
不出现本质的变化，你都要把它识别出来。你这样的话，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就好了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就是整体我把这个整理的从周线上一直说到日线1小时上，那么你对这个标普的话，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。至于说你想做什么日内交易的话，比如说非常小的5分钟、15分钟这种交易的话，那就需要方法是一样的，那你就需要去盯盘了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提问。先说一下Shirley 朋友问 Coinbase， 我们看一下 Coinbase， 我今天也在看这个，你能够记住我说的这个等比例非常好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们看我们这个等比例价格多少，应该是261.89 262附近吧。如果说我们当时忘了是哪天分析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等比例的位置，你能记住发现它非常好。减了一点仓，对，做的非常好，还能拿吗？看一下日线还是还行，对，现在日线上还是非常强，日线上走的还是非常好。昨天是出了一个突发的消息，我也是注意到了，不知道你在昨天有没有做这个3买啊？昨天为什么有个3买呢？是一个1小时3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昨天这个突发消息说是好像是 Coinbase 的平台被盗了，被那个黑客给盗了，然后一些客户的可能比特币丢掉了还是怎么样，然后突发消息。但是昨天下跌永远，我们做交易永远是上涨的时候，如果说力度衰竭我要减仓，下跌力度衰竭或者说出现3买，那我要进呢，下跌永远不是坏事。那么昨天这个下跌又形成了一个3买，这个240，如果说你在盯盘的话，出现快速下跌，首先不要慌，对吧？要看它结合图形，然后看1小时下面有一个中枢回来了，然后离这个 0.32 很近，你可以当时可以挂单，但是你要挂在这个位置可能买不上，因为没有到这个位置最低到了240。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快速往回拉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追一下，毕竟这个回来之后明显是一个3买嘛，针对下面这条中枢，对吧？但是今天又打了一个高点之后，发现这个结构出现了一点点变化。那么现在这个最高点，今天的最高点 265.89， 那你如果说减在等比例，可能就减在262附近，不需要卖在最高点，对吧？任何的这个交易都是你只要赚钱都是好交易。你如果说你赚的是认知内的亏的钱，比如说你是有目的的止损，这也是好交易，因为你这是可控的。最坏的交易就是最后搁在地板上那种交易，对吧？本来都已经它已经跌到尾段了，跌到31了，我开始割肉，我这个位置不卖，前面下跌的时候这些位置都不去这个止损，然后一直忍着，到31忍不住了，然后割肉，这是最坏的交易。如果说你的交易是有计划的止损，那都是好交易，对吧？所以说只要是计划中的，那就没有什么好坏，尤其是赚钱的时候。那么你在262附近已经减过之后，因为它现在从这个1小时上离开之后，这个已经有123了。那么虽然说这个3有可能还没结束，那么你就需要分析的更细一点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的这个次级别，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，看一下15分钟，然后把这个划线给它纠正一下。那么15分钟的话不是很明显，对吧？15分钟从这个起来的话，它这里是有过回落，但是在15分钟上，如果说你看的不够细的话，是不构成买点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5分钟，5分钟的话是有一个5分钟的2买，因为在级别上15分钟和5分钟它俩的级别就是大约相等，你可以用5分钟或者15分钟都可以，因为用的级别越小就越细嘛，对吧？就看你想看的更细，就类似一个显微镜，这是禅师做的一个比喻。那么在5分钟上明显是一笔上，然后一笔下，这里是一个2买呀，5分钟的一个2买。如果说你买不在240的话，你这个位置出现的时候也是应该买的，就是242附近，因为明显这个240这个位置是那个3买，1小时那个3买，然后1小时3买，你如果抓不住的话，你发现有一个回落，没有跌破前面的240，那就是一个2买呀。所以说这是5分钟的一个2买，所以这个位置是在当下5分钟的时候你是能抓住的。那么今天又上来了，那么现在它这个情况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但是这个4的话不够比，目前在5分钟上它都回落都不够比，只有4根，
第5根的话是没有出现新低，所以说在5分钟上也是一个1、2、3的过程中。如果说这有一段回落的话，是1分钟的回落，现在是5分钟上，所以这段连5分钟的回落都没有。所以说呀，如果说它能够再打一个高点的话，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只是3结束了，也就是5分钟上的一个3可能结束了，可能5分钟上3之后再回落一次，然后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出现一个5分钟上的那个4浪回撤。这是5分钟上的4浪回撤，这个位置还可以进，因为在5分钟上还可以有第5段。所以说，虽然说这里看上去杀得很凶，其实在级别上的话，它是一个1分钟上的一个回落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分清楚级别，你只有分清楚了级别，你才知道它的破坏力度。它现在连5分钟上的结构都没有破坏呀，这段的回落连5分钟的结构都没有破坏，它只破坏了1分钟的结构。所以说，所以说你能看出来它往上继续往上走的那个日线上看的话，还是非常强，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它的现在的调整只是1分钟上的调整。那么针对那个你想买回来的话，因为你在262附近已经出了，现在是没有办法买的，你只有等待5分钟上的时候给你一笔有效回落的时候，或者说它不去突破前面的265，把这个小低点打掉，257.8也可以买回来，因为这是在5分钟上那个4浪回撤，1、2、3、4，这也可以买回来。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看一下能不能够踩到这些位置，对吧？踩到这些位置，因为它只是一个4的回撤呀，碰不到前面的这个1的顶，那还是一个买入点。所以你如果要等的话，就等这些回落的位置，也可以结合一下这个在5分钟上的这2根均线。因为这个120均线和这个200均线在任何周期上都可以用，所以说你在5分钟上这2根均线这个位置，也可以相应的那个看一下。如果是到了这2根均线附近，然后又是黄金分割的这个回撤的位置，可以大胆的买入嘛。因为你在上面卖了，你在下面买的时候就可以稍微的这个大胆一点，毕竟这个差价是能做出来的，对吧？那么这是简单的，我们说一下这个 Coinbase， 然后再看，秦朋友问这个 UNH， 最近这个 UNH 的讨论确实是比较多呀，我看这个有一些群里面还有这个论坛上面，首先我自己是没有群的，我只是进了一些其他的美股群，然后看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。对它的这个估值也好，对它的这个什么，毕竟跌了很多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那么它主要问题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，主要是在大周期上没有背驰。这是月线上有一个大的中枢，对吧？月线中枢现在已经跌破了，已经砸穿这个中枢，现在在月线上都快到200月均线了，所以说砸的还是非常深的。那么它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从630下来之后，这段它的内部没有出现背驰，那就是这就是630下来的它的内部。我们之前分析过，它是一个123段，那么3的话没有出现背驰啊，它是都跌到了 1.618 了，所以大周期上没有背驰啊，对吧？你能做的可能就是小周期的一些这个抄底反弹，就是抢一个反弹。那么3没背驰，那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3的内部能不能够出现一些饱和或饱满的结构之后，3的内部弹一下，3的内部弹一下的话，那么可能这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就是在周线上是一个4的反弹，这个位置是你还是可以去做空的。然后还有5，什么时候能进呢？就是这个出现5段的时候，就5段之后，这个可能就这个消息面啊，可能基本面才能够整体消化，然后可以买。这是跌破前面这个低点，也可以是不跌破这个248.88，就是这个3完事之后给你一个4的反，然后不跌破248.88也可以，那就会出现一个周线的2买也可以，对吧？然后可以是要么是快速往上走，出现一个5浪，或者说是1、2、3、4，然后这样来做一个中枢，然后再下也可以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要想做这个周线的4浪反弹的话，就看一下现在这个3有没有可能结束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日线上，那日线上下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这个从606下来之后，我们现在把它隔开，只看606右侧这些，也就是我高量这段。那么从这个606下来，你会发现
下跌的非常的流畅，一直没有这个任何的有效反弹，但是出现过几次底分型，已经是第3次出现底分型了，而且呢，它还带了3个缺口，看这里，第一个缺口，第二个缺口，第3个缺口。我之前我忘了哪位朋友问这个关于缺口的问题，我们说过缺口有三类，一是突破缺口，突破型缺口；二是中继型缺口；三是衰竭型缺口。一般的缺口，衰竭性缺口和中继型缺口都会被补掉，什么时候补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大概率是在大周期上你要看的话，一般都会被补掉。一般突破型缺口是不会被补掉的。那么在这个 UNH 上刚好是出现3个缺口了，你会明显的看到第一个缺口非常大，然后这个缺口越来越小，所以说呀，大概率这个最后一个缺口被补上的概率是非常大的。而且它现在这个 MACD 这个面积，就3段你比较的话，或者说2段比较，就大概齐的这2段比较的时候，这段你如果说算中枢的话，那么它的面积明显是变小了。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张口张的还是非常大，快面线张口张的非常大，然后越往下走的越深。很多人说这里啊，这是超跌了，对吧？可以抢反弹了。其实不然，超跌说明这个动能强啊，对吧？你这里就是刀口舔血，所以说如果说有那个能力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技术上的话，确实是已经到了第3个缺口了，已经到了第3个缺口。这个缺口大概率能补上，补上之后可能再来一个背驰，这个时候日线上是可以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3段了，日线上弹一次之后，如果再打那个低点的话，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。那么这个位置可以是大胆的往里做，因为它有背驰了嘛。我们要进场的话，是要找到有背驰的时候才进。就是说，所谓的背驰就是多空力量强弱的一个表达，就是说，现在这是第一波做空的，然后有一波做多的，然后再有做空的，发现第3波做空的人，或者说第2波做空的人没有第1波做空的人力量强，出现背驰了，说明做空的人少了，好多人开始抄底了，所以这个位置才是可以进的。我们要的是多空力量的比较，对吧？这是在日线上，所以说现在日线上没有出现这种力量的比较，你所能做的就是小周期的一个反弹。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它在小周期上，看一下1小时。那么我们可以把其他的这个画线全部都取消掉，然后先关注一下1小时上。那么这是我之前画的，有一个应该在15分钟上有中枢，但是1小时上没有。这里1小时上是有一个，我们把它这个图形给它放大一下，就是拉伸一下，看一下1小时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。我们把1小时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，对吧？然后还给了一个1小时的3脉，这里还给了一个1小时3脉，明显一个反弹确认的一个中枢没回去。所以说你如果说盯这个的话，如果说你能做1小时的话，那肯定要再加仓干它呀，对吧？然后3脉之后啪啪啪又下来了，那这是理所当然的嘛。3脉也不是说理所当然，就3脉之后再打低点是大概率的一个情况，出现3脉之后再打低点是一个大概率的情况，那么出现3买再出现高点也是大概率的情况，这是只能说大概率，不能没有100%的一个对应。那么现在出现3脉之后，我们看一直是快速下杀，这是第2次的一个反弹。我们把这个出现3脉之后的这段给它画出来，也就是说，我来确认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有过一次，我先确认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有过一次有效的反弹。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是递归之后，或者说包完处理之后的话是不够。不严格处理的话，这里是也算2次反弹，有第2个中枢也可以。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升级之后大中枢了，所以说就看你怎么选了。但是对我们这是已经叫类似一个复盘状态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不这个第1个反弹我们就不要它。那么就是这样的话是这里是一个3脉，然后3脉之后直接到这里。好的，那么现在结构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。这是1小时上这个第1个中枢，然后第1个中枢之后出现的这个1、2、3、4，看到没有？它在1小时上现在是一个4浪反弹，1小时上的一个4浪反弹。那么如果你想做的话，如果说你想做1小时上的这个周期的话，你只能等什么呢？等着5，这个反弹结束之后，再下来看，如果说能够再打一个低点的话，就完美了。
不打低点的话就是2买，打一个低点的话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。那么这样的话，5的这个位置你进场赚钱的概率远远大于你去追4，因为4的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弱反，但是因为这个股票它跌的已经很多了，它这个虽然说是弱反，已经反弹了14%了，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抓更小周期的，也就是说5分钟啊、1分钟那种周期的。那种就需要盯盘了，对吧？你一旦抓不住的话，你就很容易买在这个半山腰，你就很容易买在这个什么320了，或者说甚至是什么380去，就很容易套在里面。所以说一定要明确你现在交易的是什么周期的反弹，或者什么周期的中枢震荡，这是一定要明确的。因为明确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确定我的仓位。不同的周期对应不同的仓位啊，我1小时的周期的仓位肯定不能跟5分钟的仓位一样啊，对吧？我可能1小时我能进10%，我5分钟可能只能进1%，一定是这个仓位是跟周期对应的，而不能说跟你的这个心态对应。我想追了我就大仓位，我害怕了我就小仓位，对吧？这是完全错误的错配。所以说一定是小周期的一定配置的仓位是一定要小，大周期的可以配置大仓位，因为大仓位大的空间，大的周期能够对应大的空间呢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是这个仓位跟周期是相配的。那么现在1小时让这个反弹结没结束呢？那简单的用这个扩展器分析一下的话，它这个反弹非常非常弱，连0.382还没有碰到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呢，可以看一下它4浪1小时的这个4浪反弹的这个内部，但就是这个就非常非常细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15分钟，15分钟没有任何结构。我把它扩大一下，因为它这个因为跌的比较狠，空间变得这个非常狭窄。那么现在15分钟上的话，我们看这里，15分钟上有希望出现一个这笔回落了。这笔现在基本上满足15分钟，但是看一下这段的内部有没有相对的够饱满一点。然后看一下5分钟，5分钟我们看，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，但是呢，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是不够比的，这些回落都不够比，你一打眼一数就好了，从最高点往这个最低点一数，不够5根 K 线就不够比，这都不够比。所以说，这里勉强算是一笔回落，也就是说，在5分钟上它是一个小2买。这是5分钟上的第一次能够尝试进场的位置，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进场的。如果说当时你盯盘的话，它是5分钟第一个2买，然后这一直到现在这个小高点，我们看一下是多少，282.74，一直到这里是一个1、2、3，然后现在是4，然后5还没出来，然后现在还不能说4结束，所以说你所能做的就是5分钟上的一个小周期的一个交易，这个是需要去盯盘的，对吧？那你现在是如果说这个位置尝试进的话，看这里能不能够出现5，甚至打一个小高点，那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就结束了，对吧？结束之后再看它回来之后的中枢，是不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，然后再往上走，还是说能够快速往上拉，然后在上面再做一个中枢，然后再来一个高点？你这样的话，5分钟可能结束在这个位置，这是这一段快速向上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，可能出现2个中枢。如果说这段5上去了，但是力度还非常小，可能下来之后，这个下杀非常快，直接快速杀掉这个，那你就知道这个5分钟这个已经结束了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1小时那个4浪反弹开始要走反向的1小时第5浪了，那可以在5分钟上快速杀一个5段，那么你要买的位置其实是这个位置。好了，我们简单用这个 UNH 把5分钟这个周期，结合1小时，结合日线、周线，大概看了一下。所以说你现在能做的交易只有5分钟的交易，其他大周期上都没有可做的。1小时上的话，这个4浪已经快结束了，1小时这个4浪反弹快结束了，你能做的只有5分钟的第5浪，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呐。你只能去盯盘，这个要求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。你还有一种方法就是，如果说能抓住5分钟这个小2买的话，那就挂止损，就是挂在最低点248.88，跌破248.88就止损也可以。如果说你不带止损的话，因为这种虽然说已经在日线上是3个缺口下来的这种情况，但是因为它的基本面出现了变化呀。
我们选择做标的的时候，首先是基本面比价关系没有问题，我才去看它的基本面，才去看它的技术面。我们是3个维度、3个系统结合起来的这么一套操作系统。所以说，如果说基本面出现了问题，我可能都不去做这个，即使是有反弹的话，我都不去做它，因为它的基本面已经坏掉了。但是，因为毕竟咱们都不是专业的人，对这个基本面的分析可能都不够专业，只是看一些新闻呢，看一些分析，简单的分析。那么至于它真的是不是因为这些坏消息，造成现在一个短期下跌，没人说得好。你除非你是非常专业的人，能够真的知道它这些消息对它的整体。虽然说这个保险公司可能在美国，类似那种大而不能倒，其实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猜。如果说真的是那种大而不能倒的话，可能是确实是短期的一个，一个短期行情，对吧？比如说短期是1-2年那种短期下跌，可能长期还能回来，但是我不知道。所以说这个的判断是相对是比较专业的。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的话，你够呛拿得住。只能做一个小短波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只有一个5分钟的一个周期能做。那么，1小时这个看它是不是要结束。如果说1小时，如果说能够再往上拔一拔的话，看它们要冲到310。所以说，怎么选的话就看你自己了。这个是相对难度是偏大的。然后再看这个艾米朋友问的这个 Meta， 他说现在位置可以进吗？我们看一下它的现在的一个结构。现在的话，日线上肯定是没有进场的位置，对吧？日线上从这个479上来之后是一笔上来，那么在1小时上是有2个中枢。你看这个，我之前这个在小周期上你做的这个那个中枢，在大周期上都能看到，这就是它跨周期的好处。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。那么这个里是1小时上的最后一个中枢，可能要出现300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是1小时上的第2个中枢，我们可以测一下它这个回落的位置，看看是不是第2个中枢的小300。它这个刚好拉回到中枢里面来，你看当时控盘控的非常厉害，这一笔回落刚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，因为这是前面3段构成的中枢，这个回落是非常牛的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刚好也是踩到了 0.5 了，确实是在1小时上，如果说你想进的话，可以去做第2个中枢的小300。因为在 Meta 这个图，它这个2个中枢高低点没接触，它是一个趋势上，它跟那个扩张之后的这个中枢还不太一样。所以你能做的就是一个1小时的这个小300。那么1小时的这个小300，前提是这个最低点这个位置是不能被跌破的。但是现在好像底分型还没出现，我们看一下底分型，这个高点呢是 633.93。633.78，它只有突破 633.93 之后，才会出现1小时的底分型。这里是尝试过出现底分型被打掉了，对吧？那在更小周期的话，它应该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下的有点快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个看一下这个内部，看一下这段的小周期上，这样的话就更精细一点。毕竟大家是经常来参与这个直播的，所以说相应的会照顾一下，说的更细一点。那么15分钟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最高点把这个周期给它加上，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多周期的15分钟上，这个是662这个最高点。那么这里是15分钟上没有中枢，那么15分钟上可以是一个123，就这里可以是算成一个15分钟的中枢也没有问题的。把这个画成15分钟中枢。为什么说这样画呢？因为在做中枢的时候啊，这个进入段可以是跳空缺口，然后只要构成中枢这3笔是满足定义的就没有问题。进入段和离开段都可以是跳空缺口，这是这个缠论这个明确定义，禅师明确说过的。那么在这里的话，这样画的目的是因为在15分钟上，这样的话它就有中枢了。对吧？这是一个明显的2次确认。这段离开的这个力度太强，也就是这个小 B 段在15分钟上这个小 B 段太强，所以说你能做的就是15分钟上这个反弹，第一笔的反弹也快出来了。你现在不知道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往里注意啊？因为它是下来之后是有2个小中枢的，你发现没有？我给大家讲过简单的办法，就是看有3根 K 线并排，有3根 K 线并排意味着什么呢？
次级别或次级别有小中枢了，有2个之后你就可以尝试进了，对吧？现在它上面有2个，说明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能够抓得住1分钟上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可以进的，因为它又有一个200均线在这里，所以说这就特别细了。那么你做不到这个的话，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做大 B 中枢的第1段了，下面已经有大 A 了，它现在在做大 B 中枢的第一段，做完第1段之后还会有一次回落，你可以做，如果说这段没做好的话，那就做第2段，也就是这笔反弹。这笔反弹也可以是很强的，也可以是很弱的，具体怎样的话我们是不知道，是没有人知道，所以说你只能计划，你能够计划的就是买这个位置它回来，甚至再打一个低点也可以。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离开小 B 段是1、2、3段。至于怎么判断能不能够跌破前面的低点呢？肯定是当下的时候你去跟踪这段的内部，它往下跌的时候你要去看的它的小周期上内部是一个浪形的往下走，还是磨磨唧唧的2个中枢下来，那你就知道会不会跌过前面这里了呀，对吧？你不需要预测，最关键的就是当下的走势是怎样的。所以说现在就是他在做15分钟上的第1笔，现在还没结束呢，那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，对吧？那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够到这些潜在的这些反弹的位置，对吧？到这些位置之后，甚至到这个位置也可以啊。就是大 B 段，现在我再画一下它的模型。现在它可以是上面这是大 A， 这里是大 B， 现在它在哪儿呢？现在在这段，它在做这段，所以这段还没结束呢，它完全可以冲到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为什么这有一个120均线在这里，刚好也是一个 0.018， 对吧？所以说现在不能预测，不知道它到这个位置也可以，到这个位置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你所能做就是跟踪这段的更小周期的，你需要去看1分钟、5分钟才可以能判断更精确一些。好的，你这就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你问是可不可以进。我现在的问题，我的答案就是现在在15分钟上是肯定不能进，那就等待这笔回落，是2买还是说出现一个15分钟盘整维持都可能。然后再看 Lily 朋友问苹果的话，我在之前，在这个日线上出现中枢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我是忘了是哪天直播，应该是也是周2吧，要不就是上周。那这个位置我还特意把苹果拿出来分析了一下，我就说，这个位置在日线上做了一个中枢，这个位置是可以进的，对吧？我们也不知道它之后要有一个跳空缺口上来，不知道，你也不需要预测。为什么说呢？这种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虽然说什么贸易战呐，什么又是在哪儿建厂啊，川普又开始在那个中东访问的时候骂这个Tim Cook， 说他把厂房虽然说中国搬出来了，但是又搬到印度去了，对吧？他在一直抱怨这个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川普的言行，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这个贸易战的事儿，我们只知道结构上到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构成了这个日线反向中枢的这个结构买点，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把这个拿出来那个分析的原因。那么现在结构又出现新的变化了，这个反弹这一笔也完事儿了，也够比了，不能说它结束，但是够比了。那么它这个反向中枢这里可以给它画到这里。这是这个日线的反向中枢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日线的反向中枢刚好是到这个上沿了，这个价格212.94，但是它现在日线上这个顶分型也出来了，但是这个回落的还是不够强。它可以是什么呢？可以是这个前面这个起涨点，这个结构买点这里193这个买点还没结束，就是说193到213.94没结束，因为它你看这里有3根 K 线，这里有超过3根，说明只有2个小中枢，可以再打一个小高点之后再结束整个这一波，对吧？那就可以需要再降低一下周期。然后1小时上这里是有过回落，但是不够比，这里只有过一次有效的回落，也就是这个第1笔第2笔。那么这第2笔现在有可能再往下沉一沉，再把这个209.54给打掉之后，可能是结束整个的这个，也就是说2的回落。2的回落现在你不能说这个位置要结束它，
因为现在没有力度往上走。你也可以从这个前面这个最低点看一下，它能不能够再往下沉一沉。往下沉一沉的话，那就是这个位置再往下沉一沉。这里不是有一个中枢吗？那你看这个小中枢里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部都圈上，看一下这段的内部，也就是15分钟上看有没有结构。哎，15分钟上结构还是比较多的。看一下15分钟上这个结构能不能够结束。这笔有一笔回落，但是只有4根，所以说在5分钟上它就更清楚了。那么这是上下上，那么这就中枢在这里，这就是它5分钟上这个中枢。但是呢，这个中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有3脉，然后又下来了，说明是升级了，那还得看15分钟上。所以说呀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。如果说这就是比较特殊的这种，就是5分钟和15分钟，你会发现这个结构不相同。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画，第一笔画到这里，然后第二笔画到这里，然后第3笔在这里。那么这个15分钟中枢我们这样画，这样的话是满足这个既满足定义也满足递归，然后还有15分钟的中枢可以用来给我们观察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低点是在哪里，210.25 210.15，那就是说从这前面这个下跌没结束。好的，我说一下15分钟这个中枢，这是进入段，然后这是一笔上下到这里，然后再次反弹，现在是开始走这个离开。那么这个中枢的高点应该在这里，低点是前面这个低点，这就是15分钟这个中枢的这个中枢的位置。那么现在还没脱离这个15分钟这个中枢震荡，对吧？所以说向下走的这个力度不够强。你如果说想要做它的话，就是最好是能够等到它跌破这个209.54之后，跌破209.54之后的话，是做这个1小时的一个2买，因为它现在往下走的力度也不够强，往上的这个意愿也不强，就是现在就是在这个最后这个15分钟中枢在这里震，它的上下的意愿都不够强。所以说，要是我的话，可能是会再等一下，毕竟它可以把这个 MACD 拖到0轴附近，慢慢往下沉，慢跌就阴跌吧，跌到0轴附近之后，再往下沉一沉，你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，可能沉到这个206，然后这个 MACD 基本上就到0轴了，然后再起来往上起。我个人的话，现在不会往里进，但是在日线上，因为它已经是这个构成中枢之后的尝试离开了。如果说它的离开的内部已经是相对饱满了，那这个离开也跑不远，跑不远的话可能就会再回来。所以你下面这个位置，这个买卖节奏啊，一定永远是在下面的时候尝试买，在上面的时候尝试卖，而不是说都到了相对的高位了，你就应该找位置要卖了，而不是说再往里加，对吧？这个买卖的节奏一定不能错。然后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这个莉莉卢朋友问的这个叫什么玩意儿？BBAI 是吧？是这个吧 ？Big Bear 点 AI 是一个，应该也是做 AI，不知道是做软件的还是做什么的。我们之前也分析过，画了好多痕迹，我们把它清一下。这个应该是盘子不大，然后在周线上有这么个大的，下面做了一个大的这个箱体也好，做了一个大的中枢。我们把周线上它这个大中枢给它画出来，应该还没脱离这个大中枢。
周线上没有脱离这个中枢，你发现没有？它这一直就没有离开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这是进入段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刚好9段升级了。这个中枢是周线的本级别中枢，就是说它是可以由线段构成，3段3段，就3:1构成线段，它是可以是由一个线段构成的中枢。那么如果说这里能够脱离这个中枢的话，那就牛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中枢，可以走离开，然后在上面做一个大中枢，对吧？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么想要出现这种情况，那一定是这段的力度一定不能弱。如果说这段的力度弱的话，你是逃不开的。你看前面这里多大的力度都没出去，然后又被拉回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想要逃离这个中枢，禅师之前讲过一个举例子，就是说类似星球，这个中枢就类似一个星球，然后围绕中枢震荡的这些就是一个卫星，或者说这个你发射的这个东西。那么想逃离中枢，这个逃逸速度要够强，逃逸速度不够强的话，你就会被吸回来。所以说这是他举的一个例子。那么现在这个关注的点就是最后这个位置 2.36， 看一下它的内部现在是只有4周或4根 K 线，现在这个 K 线并不多，但是明显受阻于这个中枢上沿了，你会发现没有？明显受阻于这个中枢上沿。所以说你知道了这些之后，你这个位置就不会往里追啊。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上，我们把日线的结构给它清一下。那么日线上从 2.36 3段，明显3浪或者3:1，这是有可能还是一个等比例。我们把这个最后这个3:1给它画出来，我们可以先测一下是不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，是不是等比例？ 4.39 等比例，这个最高点 4.37， 对吧？你说这玩意儿神不神？对不对？你要知道的话，你是不是能卖在这个尖儿上？不是让大家去卖在尖儿上，而是说我们有这个方法的话是有这种可能的。那么现在又出现了等比例之后，就看它怎么发展了。看它是不是要回来踩一下做一个中枢再往上走，还是说是直接再次去这个往回砸？就是说周线上这笔结束了，虽然说这个位置是周线上那个第9段的起点，第10段的起点，那么现在可以走第11段也可以啊，不是说9段结束了就一定要往上升级的，它可以一直在这里震出来27段也可以，18段也可以，对吧？只是说这段要走的话力度要强，现在并没有看到强的这个力度啊，但是好就好在它已经上到0轴以上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消息刺激啥的，回来踩一脚，然后快速的上去。如果说哪天你会发现突然快速跳空的往上走的时候，那你就赶紧往上追就好了。这如果说真的出现跳空缺口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追，尤其是第一个跳空缺口的时候要追，因为它这里要走离开的可能性比较大了。如果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如果不追的话，那后面可能就没有机会让你进。好的，简单说一下这个，毕竟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，你需要盯一盯。RKLB， Rocket Lab， 做火箭的是吧？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，可以简单说一下。结构上我们这是之前分析的，把它这个清一清。周线上有这个结构，我们把周线上给它整理出来。好的，起涨点在这个 3.47， 这个我们之前分析过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朋友问的，这位会员朋友之前问过这个应该是。那么 3.47 是这个起涨点，前面这里一波我们可以复盘看一下，前面这里下来之后，然后在这震，然后打了一个最低点，这明显的是一个破底翻呢，这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中枢之后破底翻，对吧？如果说你盯着这个的话，或者说你可以报预警，可以挂这个位置这个点位可以挂一个或设一个预警，跌破之后你去观察它，看它是不是快速往下杀。如果说杀掉了这个低点之后，并没有快速往下走，那很容易快速拉回来。这是非常常用的惯用的伎俩，这些机构惯用的一个破底翻的一个伎俩。
那么这个虽然说我们复盘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现，但是你在当下的时候能不能够发现这个位置？你看，如果说你进在了 3.47 附近，那你是非常有优势的呀，对吧？所以先不说你能不能够拿到33，这10倍的这个涨幅，你能不能够拿到先不说，但是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够发现呢？你能不能在低位的时候就进去，而不是说追在上面，这是考功夫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观察的股票比较多的时候，你是发现不了它的，你可能发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在这个位置了，这是16的位置，你可能发现它了，因为它这个大幅上涨的时候，这一天涨了40%，第二天涨了22%，你可能这个时候才能发现它。你在下面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发现它的。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话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，一定是看的股票不能多。首先你不能多，这样的话才有精力跟。你一旦看得多的话，这种票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你看到这个位置反而不是什么好事，你可能一追小周期一震的话拿不住，可能是反而去割肉，出现亏损，对吧？其实有的时候震荡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很多人拿不住的话就会乱动，就反而容易出现这个追涨杀跌。那么这个周线上现在是有个3段了，周线上现在是3段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周线的这个大2-3买重合呀。这个2-3买重合，哇塞，是非常非常牛的。什么叫2-3买重合呢？就是因为它下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中枢，然后这个回落没回来，哎，就是3买。那什么是2-3买呢？因为这个2买是针对前面这个1买，它是一个2-3买重合的一个买点。所以说2-3买重合的一个买点，如果说出现的时候，你即使是判断错了也要参与，因为一旦是对了的话，那的空间或者说利润是非常丰厚的。你看它踩的位置刚好是回到了 0.618， 刚好是回到 0.618， 所以说这个图可能是被操控的比较厉害吧，因为盘子比较小，操控的比较厉害，所以说震荡也比较大。你看你有没有能力做它了？就看一下现在这段有没有结束，对吧？看一下日线上，日线上有过3段回撤，把这个日线上最后3段给它画一下，也是3比较弱，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状态，123一个高开低走，现在明显有点偏弱了这个3。那么MACD 也是偏弱了，你看它这个快面线的柱子面积长度都有点偏弱，但是唯一的就是这个快面线的张口还是相对比较大的。这里但是有希望要结束了，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，因为下面只有一个3个小 K 线的结合，这里可能再横一横，然后再打一个小高点。你也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或者斐波那契扩展器都可以。现在刚好是顶到了 0.618 了。如果说它没有结束的话，可以再往上冲一冲，冲到这个 29.29， 然后结束这个123段。但是整体来讲，现在目前起码表达的不够强吧。你所能做的就是要么是这个位置先减一减，就这段后面这段我不要了，对吧？我就要先到这个位置，后面这段我先不要了，就是起码手里面底仓拿着，先把机动仓先打掉一点，等在它这里回来之后，看它做中枢之后能不能往上走。毕竟这个位置是一个2-3买，周线上那个2-3买重合嘛，我们期待的是能够再次打高点，再次突破这个 33.34。但是因为这个票盘子不大，所以说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推荐大家买，因为它可能一直在跟着做，成本是比较低的。你现在往里追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现亏损。然后再看这个阿雅朋友问的 XOXL， 这是3倍做多芯片这个 ETF 的，这是一个衍生品，好多人喜欢玩这个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票。之前我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够进，我说这周线上1小时上有一个明显的中枢，你就可以进的，止损就设在这个 7.23 就好了嘛，对吧？这个是你的这个段的这个损耗是你必须要承受的，就在这个位置进场，因为它是中枢下沿，然后如果说打掉7.23我就止损，这一段的损耗是你必须要承受的。很多人说啊，我一点损失都不想承受，那一点损失都不要承受，你就不要交易，那就没有损失嘛，对吧？所以说损失任何位置进场都有可能出现亏损，没有100%的交易，一定要注意，没有100%的盈利，你任何位置进场都有可能被套或者被这个大止损。所以说怎么来控制这个呢？风险是不可控的，你能控制的就是仓位，对吧？用仓位来控制风险，拿不准就仓位小一点嘛，
很多人又没有那个技术，又贪，那你不亏谁亏呀？对不对？所以说现在这个1小时上，它已经开始往上走了。我们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最后这段，日线上也是一笔上来，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有没有出现第二个中枢。它这个回踩这一下非常厉害吧？回踩这个 10.75， 回踩这一下非常牛，直接是踩到中枢里面来了。为什么之前这个回落不算成一笔呢？因为它这个反弹只有3根，反弹这些都不够比，所以说是一笔回来，也就刚好踩到这个中枢里面来。那么踩回来之后，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，但是也是包环关系，可以当成一个中枢，也可以不当成一个中枢，没有关系。那么的话，我们把它用浪形给它画一下。这里有过一次回落，有中枢了，第二个中枢在这里出现了。这是1小时的第二个中枢，但是呢，前面这个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够不够9段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但是这里有过一次回落，够9段了。我们看，再重新数一下，这是进入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刚好9段。这个升级了，这个中枢大了。这个中枢大了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说中枢大了之后，那你这2次回落是3买呀，这2次回落是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。那么这里其实这个就跟刚才我们分析的某一个那个标的是一样了，这里会再出现第2个小中枢，然后再打一个高点，就是说这现在走的是小 B 段，这是模型里面小 B 段，这是模型里面的 B 中的大 A， 这里要做出来一个 B 中大 B， 才结束整个的 B 段。B 段结束之后，它会把最后一个中枢给它扩大，震大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大 B， 那么跟下面这个大 A 同级别的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，对吧？现在至少是有第一笔回落，刚好是这个最高点，最低点现在已经出现了。那么这个回落还是这个下面这个小中枢的3买，这还是这个3买，所以说你可以尝试做这个。然后有 Helen 朋友问这个黄金是吧？我们可以看一下黄金，因为时间并不多了，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黄金。黄金的话，最近因为这个贸易战也好，或者说这个风险事件变少之后，那么风险喜好变大，因为黄金大部分人买黄金是为了避险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3437.026，那么就是3438是最高点。那么这里是有了一笔反弹，就是说它出现了一个二卖，这里是可以当成一笔回落，然后是一个3段，日线上有3段。这里是一个递归的一笔，因为它这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，但是周期上是满足的。我们先保证5根，尤其是周期比较大的时候是可以先当一笔用的，因为这个二卖的这个意义比较大。你这个二卖如果说发现不了的话，那你可能以为这个还是一笔下呢，其实它是3笔下，对吧？那么3笔下来之后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等比例了，或者说有没有背驰。刚好踩到了等比例3140，3段等比例一样。那么现在这个底分型也出现了。但是唯一的就是这个快门线的张口张得太大，这个动能可能没消化。它如果说再往下走一走的话，就会不背驰，那可能就深了。它现在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被消化，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想进的话，这个位置进的话，因为毕竟相对已经偏高了呀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它的周线上，它这个周线上从这个下面1810这个位置是起涨。18010起涨之后，这个周线上一直没有回落呢，周线上还没有出现针对这个1810有一个2买还没出现，那么针对这个大中枢还没有出现3买，对吧？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位置的，那么从这个起涨点到2854才是0.382，也不是说必须要到这里，它还可以说买，但是现在这个回落是已经有4周了，把这个去掉，就可以看一下这个3500这个最高点下来之后。对吧？那么3500下来之后，它现在只有4周的一个 K 线，4根 K 线。重新测一下，从1810上来之后，这个一直这个回落都不够比前面，
回落不够比，回落不够比，回落这都不够比，在周线上都不够。所以说在周线上一直没有出现这个有效的回落，那么出现起码等5根嘛，5周，所以那就反面印证了日线上这个等比例扛不住，可能要往下再沉一沉。那么等它周线上什么时候结束了，有5根了，也不需要到这个位置，起码要有5周才可以，有可能出现一个再次在这里，要么在这里做中枢，甚至是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，对吧？你能做的就是现在先等这个回落结束，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够有反弹，或者说能够再出高点也可以。这就简单说一下这个黄金。然后再看一个最后你说的问题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。你说 Meta 观察当下走势有2种走势，一种是磨磨唧唧，一种是浪形下跌，2种不同的那个走势有啥不一样的结果是吧？就是说带结构和不带结构的那肯定不一样啊。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看它周期的时候，不论哪个周期，如果说是以浪形下跌，还是以带中枢的这种磨叽的这种，说明结构越简单，说明这个多空的这个一致性越强；结构越复杂，说明多空争夺的越厉害。那么结构越简单，说明这个，比如说下跌的结构越简单，说明这个看空的人就继续看空，每次反弹都要做空；那么看多的人也不敢做多。造成了这种结构非常流畅，那么出现带中枢的这种，说明多空的意见不一致，那么才会出现这种中枢或者箱体都可以这种纠结，这种在争夺，对吧？那么一般都是争夺2次之后，就下跌的这个消息也好，或者说其他事件都被消化了，可能进了。但是这种浪形结束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5浪，它只是段落性结束，它可以弹一次。但也可以快速上去。如果说只是一个慢速的话，只是做中枢，然后可以再下，然后再做2中枢。也就是说，一般的带中枢的这种的话，它进入段只有1笔，然后就开始做中枢。你发现没有？这个进入段这段只有1笔，但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浪形的那种，进入段就是一个浪形，进入段就是一个5浪，说明这个力度是非常强的。这种你是宁可不做的，或者说每次有反弹做空它都可以。说明如果说进入段是一种浪形的3浪5浪这种进入的，说明这个空头的这个力度非常强，或者说在交易面上是明显偏空的一个状态，才会造成这种情况。什么时候情况会出现5浪就结束呢？5浪结束就看这笔反弹，这笔反弹一定要出现首先要突破这个位置，力度要非常强，也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回来，也可以是直接非常强，然后不回到这个位置。那是最强的，因为这里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类中枢。那么如果说不回来，就是2、3买重合，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小票。如果说回来，就是2买，这2个位置都是可以做的。只有出现这种强势的时候，才可能说5浪就结束。好的，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位Helen 朋友问的这2种区别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了。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再见。